Hello，大家好，这里是德宝动态设计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在 C4D 中怎么去用这个体速里面的体速网格体速网格里面它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里面它这里有一个融合的这个半径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我印象中好像是2023开始它才是新加的一个这么一个小功能它是可以对物体之间它有一个过度融合的这么一个效果对，是在体速里面的这一个半径，这个半径默认它是没有的默认它是不开的。有很多这些不熟悉 C4D 功能软件更新的他可能没有了解到它这里有个这个功能它这里是可以进行一个融合的，它可以让它过渡。好，我们新建一个工程来演示一下具体的这个操作，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实际的一些应用。好，我们例如来创建一下这个一个立方体，对吧？好，我们这有一个立方体。好，我们使用一下这个实例。好，我们就用它这个3个立方体做一个这个过渡融合我们以这个形态来去做一个演示。好，我们现在以一个立方体，对吧？实例就是以它原来的这个物体作为它的那个作为一个参照这个实例会经常用到的。好，我们接着再复制一个实例，按住 Ctrl 加左键拉动一下，我们移动上来。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摆好了这个效果，对吧？例如它这个它应该就是这样子嘛，对吧？我刚才说的这个立方体它用实例的话，这里有个可以，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这2个都是以实例的这个立方体，对吧？我们这个时候开一个，然后其他的它也会跟着这个一起去调节，对吧？这个就是实例的这个好处。我们使用这个体积生成体积生成、体积网格注意这个体积它是先要生成，然后再有网格。好，这个时候我们把这3个东西丢进去，先有生成，再有网格它的这个是先有生成，最后面最上面的那个负极它是这个第一步它是一个点云信息它这个是不会渲染的，它这个只是显示。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精度改一下。注意数值越高它就是精度越低数值越小它就是精度越高，它这个数值是这样子。好，这里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缝隙这里缝隙我们可以用这里面的这个扩张就让它扩充一点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这里这2个物体之间我们就可以调一下这个参数，对吧？我们看到它们这里就有一个融合是吧？它这里就会有一个融合过渡这个效果是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建模但是你建模就很费事嘛，这个就是直接一键生成的这个效果。第一个，好，我们这个时候把它这个删掉。好，我们再来一个举例例如我们这个时候使用这个文本，我们使用这个带挤压功能的这个文本。这里文本有2种一个是线条就是它是不挤压的，就是纯样条。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就是带挤压的它这个其实就是 MoText就是以前的这里面的运动图形，这里面以前的这里叫 MoText 后面它就是移动到这里变成这个统一在这里面的这个文本输入了。好，我们这里首先改一下它这个对齐，对吧？好，我们这个时候改一下例如我这是直接个巴黎奥运会，然后可以改一下这个字体，对吧？然后选一些你喜欢的例如我这里，好，我们这个时候把它改一下它这个旋转负90，做一下它这个深度例如它这里是往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负50，它会往这边上面挤
好，我们这个时候再用一个 box 对吧？立方体啊，立方体，然后是500乘500，这应该是1500，或者是2500啊，1500就好了，乘1000。好，我们这里有2个物体对吧？一个是文字，一个是一个地面。好，我们再来用一下这个体积生成，把这2个放到这个体积生成里面去，然后放到这个体积网格。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体数把它降低它这个大小。好，我们显示一下这个网格。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个时候顺序调一下，我用文本这里面的这个半径，我们把它调高，它这里就会有一个过渡，对吧？它这个就会很好，对吧？这个每一个工具你使用的这个场景不一样，它出来的这个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但你首先你得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对吧？好，例如现在这样子。好，这个时候这个文字啊跟这个地面啊，它就是有个过渡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转变为可编辑啊。当然你也可以不用啊，你可以啊，例如我们现在不用这个不要把它转变为可编辑啊，我们使用这个破碎啊，就使用破碎 Void Reflector 这个，按住 Alt 键添加。好，我们这个来源把它这个点去掉。好，我们这个时候使用这个线性这个矩阵，我们矩阵只用线性，然后线性是在 Y 上面，然后我们可以让它这个绘制啊，注意啊，它这个2024它这里2024.4开始，它这里是这个尺寸这个绘制的这个矩阵的这个大小是可以调的，以前它是不行的。好，我们改一下距离，改一下数量。好，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破碎里面的这个来源把这个矩阵放进去。对啊，它这里会花一点时间，因为我们这个网格它比较精细。好，这个时候它这里就切割出来了这个线条，对吧？我们把这个再放下一点点。我们看它这个左下角有个精度条的。好，我们这个时候就切好了，对吧？好，我们这一步是要干嘛呢？我们在这个破碎里面，在这个选集，然后使用这个表面断开边界，我们勾选这个。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转变为可编辑对象，当前状态转对象。好，我们把这些关掉，然后可以把它们 Alt 加 G， 然后把它们隐藏。我们这个叫备份，对吧？这个防止你后面还需要去重新调整。备份。好，这个时候我们全选这些，然后把它们连接加删除，然后选中这个刚才的这个切割的这个边界啊，表面断开边界，然后我们要把它提取出来，直接在右键，这里面有一个叫做提取样条。当然你可以直接在这，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的话，你直接在这里 Shift 加 C， 你直接搜索啊，叫提取，对吧？提取样条，它直接就出来。我们双击它，好，这个时候就提取出来了。我们把这个可以删掉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框选，我们把一些不需要的，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点模式下面，把一些不需要的这些底下的这些不需要的，我们可以把它可以删掉 ，delete。好，
改到无体模式。好，我们这个时候呢再复制一个，好，我们把这个 X 轴的 Y 轴上面的这个缩放呢，我们改成0，对不对？好，我们这里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这样一个有过渡它这种效果，是吧？我们使用这个运动样条，然后对象我们使用样条，把这个圆，就是我们提取出来这个线条，我们放进来，这个可以隐藏。注意啊，它这里对象啊，这里是要显示成线模式。好，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些独立分段啊。它这里我们不要延长，这里延长起始跟排除起始啊。好，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 K， 我们这里时候就可以做一些生长的这个，很好玩的啊，看起来就是很好的这个运动图形的这种效果。是吧？这个东西你直接正常的方法去做啊，这个是很难的啊。这个就需要我们使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体积管格，然后去配合我们这个手动的一些操作，它就可以实现一些比较好玩有趣的效果。这个时候就不是工具的问题了啊，这个时候是你对工具的这个熟悉啊，然后你的一些想法的一些问题，好吧？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体积的这个融合半径，它究竟能干些什么东西，好吧？这里是德宝动态设计啊，我们下次再见，感谢你的观看，拜拜。